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20章。波莉阿姨亲汤姆的时候，她的表情让汤姆的心情变好，不再难过，又高兴了。他去学校，很幸运在路上遇到了贝基。他总是根据心情做事情。他马上跑过去，对贝基说：“贝基，今天早上我做的不对，我以后不会这样做了。我们和好，好吗？”贝基停下来，看着他，很不高兴。请你走开，索亚先生，我不会和你说话了。他走了。汤姆很吃惊，没能说出我不在乎这句话，机会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他什么也没说，但是很生气。他走进学校的院子，他希望贝基是个男孩，这样他就可以打他一顿。一会儿，他遇到了贝基，走过去的时候，说了让他不高兴的话，他也说了让汤姆不高兴的话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差了。贝基觉得上课的时间太慢了，他很想看到汤姆因为语法不好而被老师打。他本来想告诉老师是阿尔弗雷德做的，但是汤姆的话让他不想帮他了。贝基不知道他自己很快也会遇到麻烦。多宾斯老师年纪大了，但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。他一直想当医生，但是因为没钱，只能当乡村学校的老师。每天他都会从桌子里拿出一本书，在课上空闲的时候看。他把书锁起来，学校里的孩子都想看这本书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。每个孩子都觉得这本书不一样，也不知道这本书是什么。贝基走到桌子旁边，桌子离门很近，他看到钥匙在锁上，这是个好机会。他看了看周围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他马上拿起了书。第一页的名字是解剖学，他看不懂，所以翻了几页，看到了一张彩色的画，画的是一个人。这时候，汤姆走进了教室，看到了画。贝基想关上书，不小心把书撕坏了。他把书放回桌子里，锁上，生气地哭了。汤姆，你真坏，看我在看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？你知道你会告诉老师的，我该怎么办？老师会打我的，我没在学校被打过。然后他说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我讨厌你，我恨你。他跑出了教室，又开始哭了。汤姆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女孩子真奇怪，真笨。他说，她没在学校被打过，打一下又怎么样？她是个女孩子，他们都很害怕。我不会告诉多宾斯这件事的，我还有别的方法让他不好过。多宾斯会问谁撕坏了书，没有人会说。然后他会一个一个地问，问到做这件事的人，他就会知道。女孩子会把事情写在脸上，然后他会打他。贝基遇到麻烦了，我不知道他该怎么办。汤姆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他活该。他也想看到我遇到麻烦，那就让他自己解决吧。汤姆去找他的朋友们。一会儿，老师来了，开始上课。汤姆没有认真学习，每次他看向女孩子那边，贝基的脸都让他觉得不安。他想起发生的事情，不想可怜他，但是他忍不住，他不能高兴。一会儿，老师发现语法书被弄脏了，汤姆开始担心自己的事情。贝基从难过中醒过来，对这件事很感兴趣。他觉得汤姆不能只说不是他做的，就能解决问题。他说对了，否认只会让事情更严重。贝基觉得他会很高兴，想让自己高兴起来，但是他不确定。事情变得更糟的时候，他很想站起来，说是阿尔弗雷德做的，但是他忍住了，对自己说，他会说是我撕坏了画，我确定，我什么也不说，就算是为了救他。汤姆被打了，回到座位上，不太难过，因为他觉得可能是他不小心弄脏了书。他否认只是因为这是习惯，而且他觉得应该这样做。过了1个小时，老师
在椅子上打瞌睡，读书的声音让人想睡觉。然后多宾斯先生坐直了，打了个哈欠，打开桌子，伸手去拿书，但是他好像不知道是拿还是不拿。大部分学生都抬起头，但是有2个学生一直看着老师的动作。多宾斯先生摸住书，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拿出了书，坐在椅子上开始看。汤姆看了贝基一眼，他以前见过一只被追赶的兔子，被枪指着，他的表情和贝基一样，他马上忘记了他们之间的事情。快，要做点什么，而且要快，但是危险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，他有办法了，他可以跳起来，拿起书，跑出教室，但是他犹豫了一下，机会已经过去了。老师打开了书，汤姆想，贝基没有办法了。一会儿，老师站了起来，很生气。所有的学生都低下了头。老师的表情让每个人都害怕。教室里很安静，老师很生气。然后他说：“谁撕坏了这本书？”教室里很安静，可以听到蚊子飞的声音。老师看着每个人的脸，想找到做这件事的人。本杰明，是你撕坏了这本书吗？他摇了摇头，又安静了一会儿。约瑟夫，是你吗？他又摇了摇头。汤姆越来越紧张。老师看着男生们，想了一会儿，然后看向女生们。艾米，他摇了摇头。格蕾丝，他也摇了摇头。苏珊娜，是你吗？他又摇了摇头。下一个是贝基。汤姆很激动，也很害怕。丽贝卡，汤姆看着他，他很害怕。是你吗？看着我，他抬起手，好像在求他。是你撕坏了这本书吗？汤姆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是我。”所有的人都看着他，很吃惊。汤姆站在那里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当他走过去接受惩罚的时候，他看到贝基很感谢他，很喜欢他。他觉得被打100次都值得。他很高兴自己做了这件事，没有抱怨，接受了多宾斯先生的惩罚。他也不在乎要和老师一起在教室门口待2个小时。他觉得这没什么。那天晚上，汤姆躺在床上，想着怎么报复阿尔弗雷德，因为贝基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，也说了他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他不想报复了。他想到了更高兴的事情，最后他睡着了。贝基说的话一直在他耳边：“汤姆，你怎么这么好？